OK， 我们来看一下 Substance 里面的表现。在 Substance 里面，这个需要先烘焙一下啊。我们导入的是第3级的 ZBrush 模型，也就是一个中级面数啊，是一个不是特别多也不是特别少的一个面数。那总面数呢，在 Substance 里的表现大概是几十万面左右，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承受的，并且不会在最终渲染的时候在边缘出现一些难看的这种瑕疵啊。这是一个中级的模型。好，我们导入高模来进行烘焙。我们来看一下 RTX 烘焙的速度啊，相当快。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啊，它即使我们采用的是 4K 和这个4K 和4倍抗锯齿，还是非常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3D 这方面 GPU 的使用率其实还是很高的啊，它在烘焙这个曲率还有这个厚度贴图的时候呢，表现也特别明显，并且在 Substance 这个新版本里面，它使用一种直观的方法啊，非常直观，在视图里就显示出来烘焙的过程啊，可以看到只用了几十秒钟，咱们就把这个贴图烘焙完毕啊，效果还是相当不俗的啊。4倍抗锯齿，我们重新来烘焙一下，这样会慢一点啊，但是呢，由于 RTX 的这个支持啊，这个速度也还可以接受，非常快，比之前要快很多很多。在 GPU 的占用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一直还是蛮好的。所以以后呢就直接使用4倍抗锯齿来进行烘焙这些贴图。那么这些贴图的精度越高，对你产生的这些贴图的这个精度也就越高。但是好在 Substance 是一个自适应的啊，也就是说你可以开始烘焙一张低一点的贴图来生成这些这个我们必要的这些贴图，以减轻这个计算机的负担啊。你可以在比较靠后的阶段呢，再去烘焙高精度贴图，那 ZBrush 会不是 ZBrush 是这个 Substance Painter 会重新的来计算一遍啊，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那么同样的，在贴图集里的设置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用2K 这个工作的环境来进行绘制来制作贴图。那么在最后输出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 4K 或者更高的这个分辨率，以减轻最大程度的利用电脑的这个性能减轻电脑的负担。这后面的过程呢，我就进行了一些简略啊，这是一些快进的过程。那么在 Substance 里面，我尽量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呢，把这个时间呢，就是快进的时间稍微的放慢一点啊，因为前面 ZBrush 雕刻呢都使用了一些快放的一些技术。同样的烘焙啊，这些都没有什么很多的技术含量，我们只是看一看 RTX 显卡对于这种在 Substance 2019.3这个版本里面呢运行的是非常的流畅，对于我们烘焙贴图和渲染来说呢有莫大的帮助。OK， 这是头照。
需要注意的是，它这个 Substance 其实是支持批处理来进行这个贴图烘焙的啊。但是我就是命名的时候没有命好，所以这里还是采用手动的方法一个一个来进行这个烘焙。这个烘焙呢，具体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讲究啊，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地方，我采用了一些这个会用到 ID 贴图，ID 贴图在这里好像用的不多啊。OK， 那还剩下哪几张贴图啊？这个烟雾，还有头发、毛发。这很细小的毛发，还有 AO， 这里还有一些这个烟雾。OK， 这就把所有的贴图都烘焙完毕。从下一章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在 Substance 里面直接制作材质和贴图。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部件啊都给出一个颜色啊，比方说我们希望它可能最后是一个什么颜色，先做一个配色的搭配，然后从这个配色搭配之后呢，慢慢的去这个深入啊，再加层次加细节。但是正如我在以前在很多场合上都说过的，很多时候呢，就是其实这些具体的材质属性呢，包括细节啊，其实都不是最难的，因为你可以找到大量的参考。那么这个你的作为一个个性的这种自我创作来说呢，最难的其实是这个色彩的搭配啊，包括材质的运用，一些基本的材质的这些搭配其实是最难的。就是你要知道你这个颜色到底用什么颜色，这个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啊，是最重要的，并且是最困难的。那我们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试不停的试错。你如果一开始没有一个良好的这个概念的话比方说你只有一个线稿，像我现在这样，只有一个线稿的话，你可能做这些搭配来说呢，会不大容易，所以你只能去不停的试。比方说你可能希望这条龙是一个青色的龙，那么你在做的时候呢，就先把它做成一个纯色的这个样子，这样呢进行一个色彩的总体规划。OK， 这是我开始做的啊。那么大家如果是从这个阶段去对比我最后的这个色彩搭配，其实是很大的不一样的那是因为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呢，会对这个进行大量的调整。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些烟雾都可能是设想出来是别的颜色。这我们使用一些图层的一些跨贴图集的关联图层让你修改
其中一个颜色啊，其他的颜色会跟着一起动。这也是我们经常能使用到的一个技巧，特别是在前期进行色彩规划的时候呢，经常能用得到。那现在来看呢，就是在测试测试材质属性，基本的材质属性，比方说高光啊，比方说金属度，然后呢再是这个色彩。那我这里呢，从配色上一开始是比较想倾向于一些原始的异形的这个搭配的颜色啊，是暗色的。那它这个烟雾呢，面积很大啊，把它处理成一个米色啊，类似于黄沙一样的颜色。好，我加了一层，来看看这个效果啊，因为磨损啊什么这个污渍啊，这都是必须的啊，我们这个就不再进行详细的解释了啊，包括一些这个，比方说它的这个这个 position 啊，就是它的一些位置啊，包括使用一些空间法线贴图来产生一些遮挡的效果啊，这都是在 Substance Painter 里面经常能使用到的一些技巧。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还不打算用这个绘制的方法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流程。一开始呢，咱们可以采用这个就是 Substance Painter 的那种自动生成遮罩的功能，对吧？你可以生成一些大致的这个效果，你最后再通过这个人手的办法进行 painter 你可以进行绘画包括修改一些这个人为的修改一些这个遮罩的样子比方说你觉得那个遮罩它自动生成的地方有些地方遮到了，有些地方没有遮到，不是太好，你可以通过手工方法在最后那个阶段呢进行一些添加并且你可以通过 Substance Painter 提供的这个Photoshop 笔刷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控制。那么笔刷手感呢也会比之前的版本好很多，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使用 Substance Painter 的2019.3以后的版本。
上面加了一层黑色啊，看上去跟铺了一层沥青一样。那我们要做当然是从这一层上面提取更多的加入更多的细节，更多的层次，比方说这个米色上面会有一些白色啊，或者是一些别的什么颜色，那么这上面的黑色上面也会有一些别的什么颜色进行搭配。增加了一个图层。来看一下这个渐变的效果啊，现在看太生硬了。所以基本上这些材质调整的流程都差不多啊。你看，首先是一个基本材质，然后呢有污渍、有磨损基本上这种金属啦或者很多材质的这个构成大部分是这样，然后再把单独的这个污渍层和这个磨损层分成不同的更细的层这个涂层。那固有色也是一样的它的底色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添加各种各样的高光色彩变化呀达到你的这个丰富整个贴图的这个目的。把头发颜色换一换，其实各种颜色都可以进行一些更换我们这个里面这个颜色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会用到一些我以前调整好的一些这个做好的一些材质，那么大家可以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材质的构成当然也会用到一些我从网上下载的一些这个好的这种智能材质但是我觉得首要还是由于还是首要的任务呢，还是保证它的这个整体的感觉和色彩不要变化这个这些素材可以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在ArtStation 上面，在
Substance Source 上面都有非常好的这些素材。当然这些素材需要一些调整啊，并不是你拿来就很好的一个效果。你可以比方说有些图层删掉，或者是有些图层把它调整的更加适合你现在这个场景。看上去那个沥青看上去太吓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配色的过程啊。我从一个比较艳丽的颜色变成一个看上去比较保守的颜色最后又回到艳丽。这其实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这套下载基础材质物都是不错的非常棒。有些可以直接套用，有些可以需要一些修改参数。不停的调试这些颜色搭配。这里呢也用了一些图层混合方式，比方说你这个你想颜色加深的时候呢，就可以用叠加就是 multiply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图层混合方式。那么图层混合呢，在 Photoshop 里也有很多。那么这个Substance Painter 呢，基本上设置和那边是一样只要你会用 Photoshop， 这个都不是问题。所以这个颜色很不好调作为我自己来说，灰调子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不大容易出错。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从比较艳丽的调子开始入手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变成灰调子来试试看这整体的视觉效果。再渲染一下看一下。这是我们第一次渲染的效果太灰了。由于我们可以导入摄影机我们在玛雅里面把摄影机设好直接导入到这个里面来就是导出 FBX， 它会把摄影机一起导进来。这是一个比较灰的调子不大容易出错。我们想调一个透明的材质出来看一下。这个已经有了一点透明的材料。所以这一部分基本上就是在测试颜色或许呢这可以作为一个颜色的版本但是呢有点太素了有点太素了，我们肯定需要另外一个版本。那么我们将在下一集呢继续给大家介绍。OK， 我们继续从头部开始，我们再来继续来调整这个。当然，头部是一个比较，一直是我做东西的一个习惯喜欢从头部开始调整。我们可以增加一个 dirt 通道在它的上面这个图层在上面，让它有一个这个污渍的效果也就是有可能很多这种模型的涂装技术都会有这种在凹缝里面填充这种颜色让它更加丰富，更加像一个生命体。
注意到这个涂层混合的方式啊。OK， 因为这两个材质啊，它的脖子和它的这个头部是一个关联的材质，我们可以同步的观察到下面的结果。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这个红色对整个模型还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啊。我说的就是这个凹缝里的这个红色。那同样我们添加一个，我们来这个关联一下图层，找到这两个图层的名字啊，它直接会把它关联过去。OK， 现在这看起来这个就比较丰富一些啊，也增加了一些凹缝里的色彩呢，这看上去就丰富很多了。那这个毛发呢，我们把它处理成一个灰色啊，这个一个银灰色的效果，可以把它关联一下。那么这现在采取一个烟雾是一个冷色调，然后它是主体是一个暖色调的效果啊。那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调整的啊。我们可以找一些参考啊，比方说找到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些这个模型的参考你可以去知道它们是颜色是怎么搭配的我们可以把它存下来这样子呢作为一个效果参考。类似于一个紫色的金属色然后再把它的这个下部分调成这种青灰色。
这里不断的尝试这个色彩的变化，但是基本上这个冷色调会比刚才那个暖色调好很多。咱们对比一下，这个冷色调看上去会比原来的这个暖色调好一些，看上去更加精神一些。我们增加了一个铜的材料让它绘制一个蒙版，加上一些金属色这会很提神这个地方会很漂亮。那在我们的设想之中呢，这里也是有一些金属的色彩。然后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Photoshop 笔刷来刷出一些效果来，这个还是很好用的很好用。我们在它的腹部可以刷出一些这种更浅的色彩。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身体呢就更加丰富一些。那同样的，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也可以绘制一些。把口腔里面因为这个地方是贴图很难计算出来的，我们可以切到这个这个 UV 的视图里面去把它绘制一下。
么同样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画出这个浅色的部分，这个就比拿软件算出来要更加直接一些啊。有些时候软件很难一步做出这样的效果。OK， 这个不是太好。添加一个金属色。就是说每一个部件呢，就是同步进行啊，不要就是光盯着一个东西做。如果你做的有点没感觉的时候，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物体上进行制作。这基本上这个角呢，他想把它就是做成一个类似于金属一样的效果。就是通过不同的涂层叠加，创造出这个金属的多个层次。有些涂层其实不是特别必要的，我们可以把它删掉。其实，当你使用很多智能材质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每一个涂层都是适合你现在这个项目的。你需要调整参数，也可能需要把它删掉，也可能需要增加一些涂层，丰富它的效果。所以并不是很多事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是说你直接下载了一个资源，马上就可以直接把它用到上面去。OK， 我打算重新做这个材质把这个删掉，把整个都去除了，我们直接就是自己做一个。这是个基本的效果。调出一些金属的效果出来。
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金属磨边的效果啊，它一个磨损的效果。那它的这个这里面可以先增加一个这个 walk 啊，让它有一些边缘的变化。把这个金属呢调的稍微的别那么黄啊，别和其他地方一样，稍微调银色一些。这里直接画出来了，添加一个我们设置好的一个浅色，直接把这个它的下颚这部分浅色的部分画出来。通过这个材质呢，可能比较难以模拟这种从上到下的效果啊，因为它的这个头的角度是斜的，所以不大好模拟啊。如果是直的话呢，我们可以使用空间法线贴图来实现这个效果。渲染一下看一下啊，比原来那个更加丰富一些，明显更加好一些啊，这个效果。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啊，你需要往上叠加不同的材质呢，才能看得到这个变化。OK， 我现在把这个红色啊用在它的烟雾上面啊，可以看到最后的效果就马上变得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红色呢是整个改变整个作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因此我把它留到最后了啊。这个改变其实我刚才没有录下来啊，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段变化。